战争的基本规律就是，只要组织局部实力优势的进攻，就一定可以取得突破。但持久战不是一场战役，一波进攻就能决定胜负的，这需要的是持续作战的能力，也就是战争潜力。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乌军即将大反攻。北约副秘书长说，一切都取决于乌军这次反攻。参考消息网5月1日转载了美国《纽约时报》网站的报道。美国国防部前部长助理、前驻俄罗斯大使、美国驻北约大使、现任北约副秘书长的佛斯伯说，一切都取决于这次反攻。这将决定乌克兰人是否将有一个体面的结果，在战场上收复失地，并创造更大的影响力，以便达成谈判解决的方案。但他也说，这面对巨大的风险。乌克兰准备最早在5月对俄罗斯军队发起一场反攻。如果不取得一场决定性的胜利，西方对乌克兰的支持就可能减弱，基辅可能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其进行认真的谈判，以结束或冻结冲突。这意思就是乌克兰会被抛弃。关于乌克兰的大反攻，这是从去年11月份乌军夺回赫尔松市及伊万地区后就开始频繁出现的消息。放出这一消息的人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他还说，年底攻占克里米亚，春天结束战争，夏天到克里米亚看海。但现在夏天都快要到了，乌克兰春季大反攻光打雷不下雨。综合最近的外媒报道，现在看来乌军真要组织大反攻了。这一段时间，美国等等国家为乌克兰提供了包括主战坦克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现在应该准备的差不多了，要开始了。所以佛斯伯才会说5月份乌军要举行大反攻了。我同意他的看法，俄乌战争的前景一切都取决于乌军这次反攻。一场战争的结局一般是两种，一方最终被打败，一方或双方实在打不下去或者相持不下了，被迫通过谈判实现停火。就像朝鲜战争一样，美国打不下去了，被迫寻求停火。美国的克拉克将军哀叹，我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签署停火协议的司令官。佛斯伯还认为，这场攻势不太可能导致局势朝着乌克兰有利的势头发生重大转变。但美国军方表示，乌克兰军队有可能会再次令人大吃一惊。他们现在配备有欧洲坦克和美国装甲运兵车，并且还有接受过美国和北约训练且配备新装备的新部队。基于上述情况，我相信不管是春季还是夏季，乌军大反攻是可以在一些方向取得突破的。战争的基本规律就是，只要组织局部实力优势的进攻，就一定可以取得突破。但持久战不是一场战役，一波进攻就能决定胜负的，这需要的是持续作战的能力，也就是战争潜力。乌军大反攻取得胜利之后，必将面临两大问题：第一，还有没有能力持续进攻，直到把俄军赶回本土，最终取得胜利呢？第二，经过大反攻的消耗，乌军实力肯定大损，还有没有能力抵御俄军组织的再反攻呢？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没有，因为依靠外援获得的战争资源是非常有限的。这样一来，乌军的大反攻结果就只有一个，导致了俄乌两军增加战争对人员和资源的白白消耗之后，乌克兰的战争潜力再一次被大大消耗，加速失败。如果从专业军事战略的角度看，乌克兰当下最明智的决策不是什么大反攻，而是应该调整成最有利于防御的部署，形成长期对峙状态，打一场持久战，最终依靠美西方国家开辟新战场，拖垮俄罗斯之后，俄乌战争才会迎来有利于乌克兰的根本性改变。但最大的问题是，美西方会长期援助下去吗？可能性越来越小。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